这个视频主要介绍频谱的扫频的配合着做频率响应曲线的功能，比如说像波特图一样，就是横轴是频率，纵轴是放大倍数或者是波形幅值的那个衰减程度啊。我们大概需要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用 H02来做演示，当然你可以用482或者其他各种型号，只要是带信号源的。带信号源模块的，这个是我们的示波器带信号发生器模块，然后我们会在上位机上控制信号发生器进行扫频，因为它比如从一个低频扫到高频，作为它的这个波特图的或者频率响应曲线的一个横轴坐标轴。那它的信号源输出，我们用位移夹线，这是一个输出，然后我们需要两个示波器通道这样子就可以了。一共是3路，一路扫频输出，2路示波器输入就可以了。然后其实你用别的型号，比如说像482这种型号也是一样的，你可以在这儿接示波器加扫频信号源，然后2个通道，2个示波器通道这样子也是可以的那我们这次是用这个来做，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视频讲过482系列的扫频，那是为了简单测了一个阿斯利波，简单的阿斯利波电路。那我们这次要测一个电路板。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当成黑盒系统，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电路是什么，怎么样，然后我就通过输入、输出，然后走到它的波特图，它频率响应曲线就测出来了那这种应用可能比如说像可能在音频的，比如说做音响功放板可以用来测你的这个频响曲线，也可以在电源的这种环路分析里头做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其实它是一个运放，这是一个运放，运放的一个反向放大的一个电路。它大概放大了5倍左右是一个5倍的一个放大器。那么是要输入输出，然后这个运放电路的频率响应，当然你可以换这个运放不同的运放它可能参数不一样当然你也可以是一个黑盒，就是刚才说的，就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电路是什么，我只知道它是信号处理的，输入信号输出信号，那其实你就可以就直接就把它的频率响应曲线扫出来，你就知道这个板子的特性。好，那我来接线，这边是输入，这是信号源，信号源的输入输到印证上，然后这是 D。这就是它的基地信号，一个扫频的基地信号就加上去了这是它的电源这是它的电源。然后我一个通道加在，你看，红色环，这是 B 通道 ，B 通道的话，我先加在输入上我跟它的输入接在一起。它的 D， 其实它的 D 是连起来的它的 D 是连起来的，我给它加在这儿一起，这也是个 D。它的另一个通道，这是 A 通道，蓝色环，加在它的输出上。这个 D 他们是 AB 通道是供地的所以我就没接，当然你也可以接上。那这样的电路就好了。那你看我的扫频输出加到这个功放板或者是电源环路分析的板子，或者是一个黑盒的一个什么运放放大板或者信号调理板，加在它的输入端。那输入端同时我会并接一个B 通道的一个示波器，我要看它这个通道的波形。然后另一个通道示波器另一个通道接在这个信号板的输出上加在这儿。当然我们没有接负载空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频率响应。当然你会加不同的负载，它可能频率响应曲线又不一样，你可以多做几次好，那这样子就接好了。然后示波器这边接到电脑上，然后我们就通过电脑的上位机软件来扫频，然后把频率响应曲线的这个功能打开，然后就可以测了。我们接好线了，我把示波器打开了。这边示波器上的扩展功能可以先选信号发生器，我现在产生了一个100赫兹的波形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扫频，在这儿设置100赫兹，我可能扫到多少？我先扫到100K 试试，100K，步进，我选个1K 吧，随便设一个因为步进太小了，它会太慢然后点这个就可以开始扫频。然后之前我给你说一下，这边有一个高级功能，里面有个相位，你点了以后就会相位差。这两个你看黄色的线是 B 通道，就是红色的这个输入蓝色的线接在输出，输出的波形已经有了。输入输出，然后这个板子的输入和输出的情况，那输入其实就是信号源发生的输出然后看相位差，它们现在相差90度，100赫兹的时候相位差是90度好，我扫频之前我要把频率特性曲线的这个功能打开，在这儿我点了以后会打开，它这边几个窗口，我们正在加那个相角余度的曲线，这就是幅度或者是放大倍数的曲线这默认是 dB， 就是对数的横坐标都是对数的，横坐标是频率，纵坐标是你这边选 A 除以 B， 就是放大倍数 ，A 通道蓝色的除以 B 通道红色的，那正好就是这个板子的放大倍数，对吧？你也可以只看一路，就是我不需要2路，我只看它输出的幅度的变化这是清除，这是开始这边是你选的这个纵坐标，它的变化趋势有个曲线，这是横坐标的变化趋势，然后这个是频率响应曲线那我现在开始，
它会在某一个点，因为它是固定的啊。我现在还没开始扫屏啊，然后现在开始扫屏，然后扫屏开始了以后，它这边会变化，我这边实时的要调整，因为它一个通道不会涵盖所有的情况啊，因为它有时候太密了，频率就扫不出来了，所以我这时候要切换档位，切换这个档位，让它的频率能测出来啊。太密了就切换档位，你会看到它这边会扫起来，逐渐的这样扫。那随着扫屏，它的横坐标频率会有新的变化，以正往这边增长。纵坐标是 A 除以 B， 就是蓝色的除以黄色的，它的放大倍数，它的变化会有这样曲线，这边它会一直这样过去。好，现在我调整好了，我开始新的扫屏，步进大一点，让它快一点。然后这边我们开始start， 又重新开始了。啊，你看到中间的这个是因为我扫屏有个跨度啊。刚才扫屏我从30，但是我点它开始它快，它已经扫过这个接线这一块，所以有个空档，这无所谓，对整体形象不影响。我现在应该给它调整档位了。好，我们现在看到它基本上到这个地方大概是几百 K， 600K 的样子，已经开始过负3dB 了，开始下降了，它的衰减应该开始下降了。好，现在是扫到1兆了。我看频率，我把频率在高解流，其实可以把频率这样放出来，100K、1000K 已经到1兆了。那我们要继续看的话，我们就继续扫。我看一下，我把它暂停。我现在1兆不够的话，我从1兆扫到5兆。好，那步进用100K 吧，这样快一点。好，开始扫了，开始。好，它又继续扫了，继续往下扫了。好，其实下面扫的意义就不大了。好，因为它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它的负3dB 在哪个位置了。哦，已经扫到了，已经衰减到输出差不多了，快到0了，到0了就放大11倍了啊。好，那这个过程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我可以全屏放大一下。现在的相角是48度相位差。好，你可以这样子看。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的扫屏过程结束，要注意的几个点，一个是接法哈，另一个是说软件上我们一开始对这个不熟悉，我们不知道的情况，我可能是分段扫屏的，我先扫到一个强度试试，或者你一开始直接扫一个大范围试试也可以。然后另外是注意说示波器的档位有时候波形你扫到一个程度，你固定在一个档位它太密了，频率已经分辨不出来了，你需要适当的调整一下档位，让它继续扫啊。那整个过程的曲线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从这儿这样子。然后这些点很稀疏，是为什么很稀疏？是因为我们扫屏的时候，对于低频来说，我们从100赫兹扫的，我的步进可能是100赫兹，对吧？所以它低频来说，你的步进太大了，中间没有扫屏点，从这个频率下一步的频率跳变就到这个了，对高频来说，我们用100赫兹或用1K，因为这个范围它还是很小的、很密集的，对吧？所以你可能不同的频段，可能用不同的步进来扫，这样比较合理。然后这边会有个段的是我们在调整下一步扫屏的时候，衔接的问题。你可以调整的时候往前调一个衔接的开始，因为两个 start 开始不太同步。我这边扫屏已经开始了，它已经从这个频率点设的扫屏开始，它已经扫到这儿的时候，我才点的这个开始，中间它没记它就会这样。这个会有个自动标线，会把最大值，这是最大值这是我们现在是 ABB 是放大倍数这个信号板的放大倍数的 dB 值会减3dB，那这个位置对应的大概是6。这是576赫兹 K，576K 这个大概在500K 左右这个到时候可以用光标量出来，这个东西是地方是比如说500K 我们在500K， 我们知道它的带宽，这个放大倍数的带宽就是500K， 它会衰减到负3dB 左右下来你可以看到这是5兆这是1.7兆的样子，1.7兆大概衰减成这个样子放大倍数，5兆的时候基本上就不放大了那整个的曲线可以这样子。那你可以把这个通过一遍扫，你就知道调整一下参数，可以把这个曲线扫得更漂亮好，有这次经验，其实我可以把这个清掉 clear， 然后我就用更细的步进，调整的更好，让它扫一个更完整、更清晰的一个图出来。我来快速测一下中高频段的这种扫屏，我这边设的扫屏50K，扫到5兆，然后步进用的是10K，当然我也可以循环扫屏这个倒没必要，扫一次就够了我点这个开始扫屏，然后把它打开，这些都不用设默认的，我直接开始它就是一个点，一个频率上的点，然后我就扫屏，它开始扫了，打开了好几个嘛，这个关掉，好，然后它太密了，波形太密了，我给它换一个档位，切换一下，切换一下，它会扫成这样子。
我可以看一下，这是相位差啊，这是相位差，然后当时的实时的频率现在扫到1兆左右吧。好，现在不看它的波形，来看这个。好，扫出来的波形是这样子的。好，它的最大的放大倍数10dB 啊，10倍的 log a 除以 b， 那就是大概10倍啊，10倍放大倍数。然后这边会自动标负3dB，它下降到-3dB，这时候的对应的频率是450K，这是450K 啊，这是对数坐标啊，频率还有 dB 放大倍数 dB。好，大概在450K 的时候下降了-3dB 它的放大倍数。好，这样整个扫频的过程就是从50K 啊，从50K 扫到现在扫到了快2兆了，1.9兆，还在扫，我们目标是扫到5兆。我们接下来会优化一下，软件会不断的加新功能，都是免费的。比如说把这个相位差也做成这种曲线的啊，随着扫频的过程，你不但可以看到它的放大倍数或者负值，或者是峰值它的衰减过程啊，然后也可以看到两个的相位差的变化过程，那就是波德图的功能。然后会加一些更多的光标，或者是比如说拟合，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比如说我们会有异常点啊，其实去掉异常点，或者把这个线做得更细啊，这是点状的啊，其实拟合以后其实可以用线连起来啊，就是我们经常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曲线，但是这个不影响使用，其实这个功能这是最真实的样子，基本上你是扫了一个我们的这个信号板，或者这是个放大运放，就是这颗运放啊，大概中高频段的特性啊，就是这样，大概在450K 以后啊，它的放大倍数衰减多少啊，这样子，高频以后就衰减了。大概就是这样子。